俄罗斯空天军想必过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周末。前段时间，空天军刚损失不少战机，没想到这个周末又被乌军击落4架战机，而且还是在24小时之内，包括1架苏34、2架苏30和1架苏25。而乌克兰当然是极尽嘲讽，表示这真是一个好日子。为了防止各位不信，网上还贴心地传出许多俄军战机被击落的影片，以此来佐证空天军悲惨的一天。其中一个影片就是苏30低空巡弋时遭到乌军野战防空的攻击，随后坠毁成了一团火球。另外必须承认，俄军弹射椅的质量真不错，几乎在战机中弹的同时，2个飞行员就被抛出战机，紧接着就是2朵降落伞劈挨下来，真是悲惨又幸运呐。在25号那天，俄罗斯公布了当天的战况，表示用导弹攻击了一个位于扎波罗热的雇佣军临时据点。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弹药库和防空雷达站。此外，俄军还击落了多架无人机，拦截了海马斯发射的多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也公布了战果，我们在顿涅茨克的地区成功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并用战机、火箭炮对俄军多个集结点和防空导弹基地实施打击。在2月底开战短短1天之内，俄军就对外声称已经掌握了乌克兰的制空权。表面上来看，乌克兰的空军主力在战争爆发初期之后几天之内就损失殆尽了。而且西方国家虽说援助了不少武器，但从来没有给过乌克兰任何战斗机。此前波兰也想着把自家空军的米格29转交给乌克兰，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所以在火力军最初的想法之下，乌克兰空军应该没啥能力的。但在发现至今乌军战机仍在战场上活跃时，火力军明白自己被俄军大外宣给欺骗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乌克兰空军仍能组织多架战机不断出击，不断有俄军的苏24、苏25、苏30 SM 以及苏34被乌军击落。咱也不知道这制空权究竟在谁手里。但按照之前在蛇岛反击战中乌军出动的苏27，后续经过改装，配备美制 AGM-88 反辐射导弹的米格29。显然，乌克兰空军库存还很充足，并不像俄军所说的损失殆尽。如今在赫尔松地区，俄军面临的状况极为困难，其他战线上的俄军不管怎么遭受打击，至少在基本物资补给上还是有的，只是有些不足而已。然而，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基本就是被架在火上烤。处境跟当年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6集团军一样，赫尔松地区的俄军依靠轮渡和浮桥获得的物资根本不够，可能连1/10都没有。照这样的节奏下，估计都不需要乌军发起什么大规模攻势，只需要切断俄军后勤补给，赫尔松地区的俄军自己就会垮掉了。现在的乌俄两军仍在进行残酷的消耗战，但与此前不同的是，俄军远程精确打击和炮兵优势已经严重削弱了。随着各种库存弹药的大量消耗，俄军已经很少进行远程精确打击了。事实上，在情报精度和可靠性问题上，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已经没什么作用了，而乌军的战争能力却是一天比一天强。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乌军整体实力已经比开战之初强出好几个档次了。至于炮兵优势这方面，俄军现在依然拥有许多火炮和炮弹，在相比之前，俄炮兵已经不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了，反而现在更加担心乌军的炮火攻击。因为西方援助的火炮非常先进，而且还拥有反炮兵雷达。如今的乌军在远程反炮兵方面非常强，指望空天军压制乌军炮兵，他们现在自己都顾不过来了。此外，俄军在弹药短缺的问题上也是越来越严重，而且还不好补充，因为俄罗斯军工业完全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再加上制裁，其他国家根本不卖。你没看到俄罗斯已经在找朝鲜买了吗？如今俄军只能使用库存的老旧火炮和炮弹，非常不可靠，说不定里面还有大量寿命到期的呢。而且将炮弹送到前线也是充满风险，补给线完全是乌军海马斯的重点关照对象，更别说后勤枢纽持续遭到攻击了。目前俄罗斯海军基本已经退出战争了，就连黑海舰队的潜艇部队都已经跑路了，而空天军只能继续忍受损失。所谓掌握制空权，并不代表仅仅把敌方战机全部消灭，还要保证对敌方防空系统进行重新压制才行。显然，目前的空天军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可以这样说，
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空天军就从来没有完全压制乌军的防空系统，更别说掌握制空权了。在前段时间乌军的哈尔科夫大反攻期间，乌克兰的空军战机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凭借美国援助的 AGM-88 反辐射导弹，持续打击俄军的雷达和防空系统。反观空天军的表现，只能重复着用先进战机挂载无制导炸弹俯冲攻击阵地，战损率相当高。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论调，那就是俄罗斯空天军的空战理论过于死板，飞行员习惯性的听令行事，派遣战机轰炸机预先计划的目标，而飞行员本身却不会进行独立思考，这就使得乌军在快速推进与移动时，俄军空中力量很难实时支援，所以就出现了前面战果。俄军在23日通报，击落了3架乌克兰空军战机，在尼古拉耶夫州击落1架米格29战机，以及在顿涅茨克和赫尔松击落2架苏25攻击机。然而乌军的反击非常快速，立马击落俄军4架战机。如果再完整一点，还包括5架无人机和1枚巡航导弹。虽说这不是乌俄战争以来第一次，但绝对称得上俄军黑暗的一天。上次出现这么大的损失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俄军在1天之内8架飞机被击落，1架苏34战斗轰炸机，1架苏30 SM 战机，1架苏25攻击机，2架米35武装直升机，1架米8直升机以及1架海鹰无人机。不过那时候还是开战之初，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保留是正常情况，而如今俄军战机被大量击落，却是因为弹药不足，只能选择使用普通航空炸弹。但高空炸不准，低空不安全，高空投掷普通的航空炸弹，对于地面目标的摧毁精度将大打折扣。前些天，俄军8架图95轰炸机对乌军大规模地毯式轰炸，以及这次苏34、苏30等超低空打击，实际上都是主动放弃自身优势，从相对安全的高空进入超低空低速作战。但乌军在美欧国家大量军事装备援助下，战力早就翻了好几倍了，而且敢于主动进攻。再加上西方情报加持下，如今的乌军对俄军部署了如指掌，甚至可以提前预判出击线路进行伏击。所以这些战机不幸成了乌军成千上万具各型号单兵防空导弹的猎杀对象。这次俄军在哈尔科夫损失的苏30 SM 就是被乌军毒刺单兵防空导弹击落的。精确制导弹药虽然好用，但费钱，对于目前的俄罗斯来说太贵，用不起，因此战场上只能以铁炸弹替代。高空炸不准，低空不安全，相当考验俄军。仅仅动有廉价单兵防空导弹的精确猎杀，就能打下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战机，对于乌军来说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按理说开战200多天，双方都相当熟悉战场情况，俄军拿着这么贵的战机当离地攻击机使用，一不小心就被单兵装备捅下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精确弹药缺少以外，俄军还缺少无人机。要知道，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除了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以外，还可以实时监控并攻击战场可疑目标。如果俄军能够有足够多的先进无人机的话，空天军不至于这么不堪。这还是因为俄军不够重视无人机的发展，频频遭受乌军中小型无人机的不断袭击，不仅人员装备损失严重，甚至在局部战场上还失去了信息控制权。而乌军反而可以利用北约情报与无人机侦察，实施高效的战术打击。乌军利用各种军民用小型无人机低空扔炸弹，零敲碎打累加起来的俄军损失也很大。察觉到这方面的劣势，俄罗斯也想改变现状，所以向伊朗求助，希望能买到100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目前已经部分交付，并开始投入战场使用。只是先进无人机虽然投入战场使用了，但能否起到作用，还需要数量和时间的考验。至少目前并不能解决俄军所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乌军最近又获得了大杀器。泽连斯基在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军已经从美国获得了先进防空系统，也就是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乌军可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申请这件装备了，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了。严格来说 ，NASA MS 其实算不上美制装备，因为这是挪威康斯伯格公司与雷神公司联合研发的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不过目前美国的白宫也是由 NASA MS 防空系统进行保护的。这套防空系统具有很高的作战稳定性和越野能力，最远射程能够达到180公里左右，高度超15公里，拥有12连装发射箱，一个导弹营会有多达72枚导弹的配置，可打击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无人机和飞机，意味着该型防空系统的反应能力是相当迅速的，比俄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要先进得多，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除了 NASA MS 系统以外，还有望获得德国的 IRIS-T 系统。不过乌总统新闻秘书澄清说，目前美国只是答应提供这种导弹，乌克兰实际上还没有收到。这说法就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了。之前的 AGM-88 也是这样的。面对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向乌克兰的提供的武器，俄军完全无法阻止，甚至无法在运输过程中进行拦截。而正是大量武器进入乌克兰，导致了俄军状况每况愈下。未来美国还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些武器都会直接影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作战进度。一边有北约帮助，一边只能持续拿出老古董作战。如今俄军飞行员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却越来越弱，这被英军认为是空天军最大的短板，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防空系统在哪儿，很容易误入乌军防空区域，然后被一发毒刺干掉。而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军防空网正变得越来越搞笑，这也是乌军能依靠老式防空武器牢牢守住制空权的主要原因。一名在乌军防空导弹旅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宣称，当俄军空中目标接近乌军防空区域时，他至少能获得3分钟的预警时间，然后穿戴好装备并扛起便携式防空导弹，对导弹导引头进行预制冷，静待目标出现在视野中，包括战机、直升机、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很少获得击落敌机的机会，因为他们的 S-300 防空系统会在视距外击落目标。当初卡德洛夫就曾批评了俄军的表现，而俄军的溃逃也暴露出了在战略上的问题。只能说俄军如今的困境与高层指挥脱不了干系。你们觉得乌克兰会在多久之后继续大反攻呢？俄罗斯是否能够改变战略，力挽狂澜呢？在这个冬天，两家领导人又能不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谈判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